大家好，我是 Sherry。上一次我们有讨论到如何设定计划，但是我忽略了有很多人告诉我说，他其实不知道他的目标是什么，所以他无从开始计划。那我们今天就来讨论一下，如果你不知道你自己要什么，你应该怎么办？其实人生下来很自然的都会有一些自己的喜好跟 preference， 就像在婴儿时期，你其实就有惯用手了。有些人是喜欢用左手，有些人喜欢用右手。然后我们开始吃副食品的时候，你有自然反应，什么东西你喜欢吃，什么东西你吃了会吐出来。所以我们与生俱来有一个人生的指南针。那我们自己的身体跟自己的内在，其实可以告诉自己做什么是比较好，做什么是不喜欢的。但是呢，我们华人好像被乖这个字绑住了。我们从小就被教导，小孩子应该要乖，乖比较好。那乖这个字呢，在中文来说范围非常广泛，所以它翻为英文的时候似乎没有一个词是可以直译的。比如说我查到乖可以翻成 well behaved， 就是行为良好，那也有翻译成 good， 就是表现好。那好的定义也很难说，可是乖这个字在我们华人世界，其实它有一个很大的含义，就是要听话，听父母的话，听老师的话，这样子的小孩才是乖。那听话的意思其实就是照着别人的喜好走，而不是照着自己的意思去走。所以如果以听话跟顺从来翻成英文的话，是 obedience， 就是顺从的意思。在西方世界，我们希望人是可以独立思考，有自主能力的，所以 obedience 顺从其实不是一个很正面的词。美国一个心理学家 Solomon 发现了一个行为是习得无助感。一只动物在长期尝试要挣脱而无法达成的时候，它最后会放弃挣扎，无所作为。我们从这个实验再来看我们亚洲的家长教育的小孩，是要叫他们乖，要听话，但是忽然发现说，念到大学一切照着父母的方式去走，或者是照着社会的标准去走。大学出社会以后，忽然不晓得自己喜欢什么，或者是要让他们开始选择的时候有选择的困难。其实这就是 learned helplessness， 这就是习得无助感。他们长期以来已经忘记了自己有这样子的选择权。当你一直没有去启动你的人生的指南针的时候，其实它已经故障，它已经没有办法使用。所以如果你不晓得现在你要的是什么，你喜欢什么，很有可能是长期以来你非常的听话，或者是一直以来没有启动你内在的指南针，所以你现在忽然发现说你完全没有头绪。那么当你决定为自己做决定的时候，就恭喜你，你已经挣脱束缚，跨出你的第一步了。第二步，我希望你开始回想你小的时候有没有特别喜欢什么东西，你有没有什么兴趣喜好是你想做，可是父母告诉你说做这个不好，或者是社会不接受，老师不认可。不管是什么，不要带着批判全部把它写下来。很有可能其实你知道你自己要做什么，只是你放弃了很久，没有再去看它。那写下来的原因呢，就是希望我们一个一个来检视，说为什么当初放弃这件事情。所以你放弃的原因，或者是你没有继续在追求这个目标的原因，有几个可能。一个是你担心照顾你的人难过，也就是也许你喜欢的东西，你的父母或者是你的亲朋好友或者你身边的人很强烈的表达，学这个没有用，做这个事情未来没有前途，所以你很早就学习了放弃，因为你要迎合，你不希望伤害到他们。那如果现在对这个还是很有兴趣，而还是面临到同样的问题，就是你做这个选择有可能会伤害到你身边的人的心，那么我们另外一集再来讨论作战计划。这个就是一个比较深的议题，就是你怎么跟你亲的人来沟通协调。不过最重要的是在整理的过程中，了解你不做这个对你来说你牺牲掉什么。也许你牺牲掉自己一些喜悦，或者是对人生的动力。先了解你放弃的这个自己的感受是什么，你觉得牺牲了什么，你会不会因此而怪罪别人？也许10年后20年后你回头看，觉得当初都是因为你们，所以我没有做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先把自己觉得牺牲掉多少也评估一下，写下来。第二个就是你在学习过程虽然很喜欢，但是跟别人比，你觉得绝对不可能成功。不可能成功的原因可能是你没有时间学，你的天赋不够，或者是你根本没有资源，没有这个工具来做这件事情。那第三个就是你当初喜欢的东西，你学了你不知道要干嘛，就是这个好像对于未来事业或者是养家活口一点都没用，所以你放弃。
那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就是 Steve Jobs 在年轻的时候，他去学了 calligraphy。calligraphy 就是用钢笔写艺术字体，像华人写毛笔一样。那这个事情对于不是要做毛笔家的人，其实好像看起来没有什么用，但是他很有兴趣就去学了。这个兴趣未来却成为 Apple 比 Microsoft 更吸引人的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因为比较喜欢艺术、比较喜欢美感的人，就发现说 Apple 它有字体可以选择，但是 Microsoft Word 一开始是没有字体可以选择的。他会有这样子让大家选字体的灵感，就来自于他年轻的时候学过 calligraphy。再来就是未来的工作，其实是你现在没有办法想象的。20几年前，我根本没想到说每个人都有一只智慧型手机，而且有 KOL 这种工作会让人家赚很多钱，这个是想都没办法想到。那现在很多基础的工作都慢慢被机器或者是科技的取代，未来我们看到人要发展的很多是跟艺术跟心理相关，所以对于学习新的东西，其实不只是发展你的兴趣，它也是强化你的附加价值，强化你的学习能力。未来的世界有太多新的资讯是现在不晓得的，所以如果可以保持就是说我随时可以学习新东西的习惯跟能力，这是对未来非常有帮助的。到现在如果还是不确定自己要做什么，只是发现年轻的时候有很多兴趣想要去尝试，但是都阻止了自己，没有让自己前进。我对你的建议就是现在先不要想最终后果是我可不可以找到我的目标等等， just go for it， 就去尝试。因为在尝试的过程会让自己活回来，觉得说我是有学习能力的，我是能够克服我的恐惧的。它可以让你累积很多能量，也许可以引导你增加更多的人脉，或者是引导你去更适合你的工作。那如果你到现在真的还想不到兴趣在哪里，喜欢什么的话，建议可以借由外在的工具跟助力。有些性格评量可以让你知道你的强项在哪里，让你知道是什么会让你产生动力。这些性格评量下次再做比较详细的解说。另外一个方式找到外在的助力就是找生命教练，也许在跟生命教练讨论你的心理的喜好，还有你人生的过程中，他可以给你一些头绪，帮你厘清一些你不确定的事情。最后我要讲的就是说，人生永远不会太晚。我在大学毕业的时候去我一个朋友家，发现他妈妈弹钢琴弹得好好哦。我以为我同学的妈妈是钢琴家，后来才发现说他其实40岁以后才开始学钢琴，因为那是他小时候的兴趣，他在成长过程都没有时间或没有资源可以学。我见到他的时候，他应该是50出头吧，他已经弹得对我这个外人来说，感觉好像一个音乐家一样的好。我那时候就想说，40岁好像感觉年纪已经蛮大了，还愿意学新东西，真的好棒。等到我自己快40岁的时候，发现40岁也没有那么老。我在39岁那一年，我自己也开始学了钢管舞。那学钢管舞其实跟我的职业没有什么任何相关，想要去学的原因是我年轻的时候就觉得这个舞跟这个运动好像很有意思，但是因为觉得自己太胖啊，穿得太少啊，看起来很痛啊，种种原因都没有去尝试。一直到40岁，我那时候觉得人生好像有点卡住了。那我去学了钢管舞之后，我就找到很多能量，因为透过学习，我发现说，我比我自己想象的有力气。另外也是因为能够跨出这个恐惧跟担心，找到了成就感。那这对我后来在创业有很大的助力。人永远会觉得自己现在年纪比较大，年轻一点开始就好了。但是真的现在不嫌晚，想象你现在开始学习一个东西，不管你现在几岁，3年后、5年后，你一定能够看到成果，而这个成果一定可以带给你很大的成就感跟很大的能量。希望这些方式可以协助你找到你现在人生的目标，慢慢发掘自己的喜好是什么，重新认识自己。那今天就分享到这里了，我们下次见，拜拜。